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2章。黑狗的出現與消失。那件事發生後不久，便接二連三地出了一些怪事，最終讓我們擺脫了船長。儘管正如你們將看到的，我們並沒能擺脫他惹出的麻煩。那年冬天異常酷寒，冰凍期漫長而嚴酷，暴風雪也十分猛烈。從一開始就很明顯，我可憐的父親恐怕是熬不過春天了。他一天比一天衰弱，母親和我不得不承擔起客棧所有的活計，因此我們忙得不可開交，幾乎沒空去留意我們那位討厭的房客。那是1月裡一個異常寒冷的清晨，天剛蒙蒙亮，寒氣刺骨，海灣因結霜而呈現一片灰白，波浪輕柔地拍打着碼頭的石塊。太陽剛剛升起，晨曦初照山頂，隨即灑向海面。船長比平時起得更早，隨後便向海灘走去。他那柄水手彎刀在他寬大的舊藍外套下擺動着，黃銅望遠鏡夾在腋下，帽子向後歪戴着。我記得他呼出的氣在寒冷的空氣中凝成了白霧，跟在他身後。當他繞過一塊巨岩時，我最後聽到他重重地哼了一聲，仿佛還在惱怒利弗西醫生的事。那時，母親在樓上照料父親，我正在擺放早餐，等船長回來。就在這時，客廳的門開了，一個我從未見過的男人走了進來。他臉色蠟黃，頭髮油膩，左手少了2個指頭。雖然他配着一柄水手彎刀，但看樣子不像是個會打鬥的人。我向來對水手們都留着心眼，不管他們是1條腿還是2條腿。我記得這家伙讓我很是納悶，他沒有水手的模樣，但他身上卻有種海上的氣息。我問他想用點什麼，他說要朗姆酒，但我剛要走出房間去取酒，他卻在一張桌子旁坐下，招手讓我過去。我手裡拿着餐巾，停住了腳步。過來，小家伙，他說。再近一點。我朝他走近了一步。那張桌子是給我老夥計比爾準備的嗎？他帶着一絲邪氣的笑容問道。我告訴他我不認識他的老夥計比爾，那張桌子是為一位住在我們家的客人準備的，我們都叫他船長。对，他說，我的老夥計比爾，他們或許就是這麼叫他的。他臉上有一道刀疤，為人倒是挺有趣的，特別是喝了酒之後。沒錯，先生，那就是我的老夥計比爾。這麼說吧，打個比方，你們船長臉上是不是有道刀疤？而且，再打個比方，那道疤是不是在右邊臉頰上？啊，好吧，我早跟你說了。讓我想想，我的老夥計比爾在這屋裡嗎？我告訴他，船長出去散步了。往哪個方向去了，小家伙？他往哪個方向走了？我指了指那塊岩石，告訴他船長很快就會回來。回答了他幾個問題後，他說：啊，他聽到這個消息，肯定會像我的老夥計比爾喜歡朗姆酒那樣高興。他說這話時，臉上的表情一點也不友善。我暗自思忖，這個陌生人恐怕是弄錯了，就算他是認真的，但這終究不關我的事，而且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那陌生人就守在客棧門口，像貓兒等老鼠似的從牆角偷偷窺探。我自己曾一度走到門外，但他立刻喝令我回去。見我沒有馬上聽從，他那張油膩的臉上露出了極其可怕的神情，嘴裡還咒罵了一句，嚇了我一大跳，逼我退回屋裡。我一進屋，他又恢復了先前那副半是討好，半是輕蔑的態度，拍了拍我的背，說我是個好孩子，他很喜歡我。我有個兒子，跟你長得一模一樣，他說，他是我這輩子的驕傲。不過，孩子最大的優點就是聽話，
小家伙，要聽話。要是你跟比爾一起出過海，就用不着我吩咐第二遍叫你進來了。你放心，小家伙，比爾可不是好糊弄的，跟他一起出過海的人都清楚得很。嘿，他来了。腋下夾着望遠鏡，謝天謝地。你跟我到客廳去，小家伙，我們躲在門後頭，給比爾一個小小的驚喜。再次謝天謝地。陌生人一邊說着，一邊拉我進了客廳，把我安置在他身後一個角落裡，這樣我們倆都藏在了敞開的門後。你們可以想象，我當時有多麼不安和害怕，而當我看到那陌生人自己也顯得十分恐懼時，我的恐懼就更深了。他鬆開了水手彎刀的刀柄，好讓刀刃能在刀鞘裡活動自如。在我們等待的整個過程中，他不停地咽着口水，仿佛喉嚨裡堵了個疙瘩似的。終於，船長進來了。他砰地一聲關上身後的門，看也不看左右，徑直穿過房間，走向為他準備早餐的地方。比爾，陌生人開口說道，聲音聽起來故作鎮定。船長猛地轉過身，朝我們望來，他的臉霎時變得慘白，連鼻子都發青了。他那樣子，活像見了鬼，或是魔鬼，或者什麼更可怕的東西。如果真有更可怕的東西的話，我發誓，眼看他一瞬間變得那般蒼老而虛弱，我心裡真替他難過。來吧，比爾，你認識我的，你準能認出我這個老船友。比爾，陌生人說道。船長發出一聲像是被掐住喉嚨似的低叫。黑狗，他喊道。除了我還有誰呢？對方答道，語氣平靜了些。黑狗親自來到本堡海軍上將客棧，拜訪他的老船友比利。啊，比爾，比爾，自從我斷了這2根指頭，咱們可真是好久不見了。他補充道，舉起了那只殘缺的手。好吧，你聽着，船長說，你一路追蹤，總算找到我了。我人就在這兒。說吧，你到底想怎麼樣？這才像你，比爾，黑狗答道。說得好，比利，給我來杯朗姆酒，讓這個可愛的小家伙給我端來。我挺喜歡他的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們就坐下來，像老船友那樣，男人之間好好談談。我端着朗姆酒回來時，他們已經隔着船長的桌子坐下了。黑狗靠近門邊坐着，身子微微偏向一側，仿佛想用一隻眼睛盯着他的老船友，而另一隻眼睛，在我看來，則留意着逃跑的出口。他示意我離開，並把門敞開着。別在鑰匙孔那兒偷聽，小家伙，他對我說。我留下他們，自己退回了櫃檯那邊。我盡力豎着耳朵聽，但好一陣子什麼也聽不見，只隱約有些低低的談話聲。後來，他們的聲音漸漸高了起來，我才斷斷續續聽到1、2個詞，大多是船長說的咒罵。不行，夠了！他一度這樣喊道，接着又說，要上腳架，就得大家一起上。我說的。隨即爆發出一陣可怕的咒罵和嘈雜聲，椅子和桌子翻倒了，刀劍鏗鏘作響，接着是一聲痛苦的尖叫。我立刻看見黑狗正奪路而逃，船長緊追不捨，2人都拔出了水手彎刀，鮮血從黑狗的肩上直淌下來。就在門口那一剎那，船長朝着逃跑的黑狗奮力劈出一刀，如果不是本堡海軍上將客棧的招牌擋了一下，那家伙準定要被劈成2半。直到今天，招牌下緣的刀痕還清晰可見。那是這場打鬥的最後一擊。黑狗一逃到街上，儘管受了傷，卻跑得飛快，不一會兒就消失在小山後面了。船長則呆呆地望着客棧的招牌，像是嚇傻了。然後他使勁揉了揉眼睛，
最後才轉過身，重新走回屋裡。吉姆，給我朗姆酒。他說，身子有些搖晃，不得不伸手扶着牆。您受傷了嗎？我問道。朗姆酒，他又說了一遍。我得離開這兒。朗姆酒，朗姆酒。我趕緊跑去拿酒，但剛才發生的一切讓我心神不寧，結果打碎了一個杯子，又弄壞了酒桶的龍頭。我正手忙腳亂的時候，忽然聽到客廳裡撲通一聲悶響，我急忙跑回去，只見船長直挺挺地倒在地上。就在這時，母親被剛才的喊叫和打鬥聲驚動了，也跑下樓來幫我。我們兩人一起扶起他的頭，他呼吸沉重而費力，眼睛卻閉着，臉色十分難看。天哪！母親叫道，這家真是倒霉透了，你可憐的父親還病着呢。我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，都以為船長在和那陌生人的搏鬥中受了致命傷。我當然拿了朗姆酒，想灌他喝下去，可他牙關緊咬，下巴像鐵鑄的一般。正在這時，門開了，利弗西醫生走了進來，他是來看望我父親的。我們頓時如釋重負。哦，醫生！我們倆同時喊道，我們該怎麼辦？他傷在哪兒了？受傷？胡說八道！醫生答道，他跟你們一樣，毫髮無傷。這家伙是中風了，我早就警告過他。霍金斯太太，你馬上上樓去照顧你丈夫，如果可以，別讓他知道這裡發生的事。至於我，我得盡力救這家伙的命，哪怕他一文不值。吉姆，給我拿個盆子來。我端着盆子回來時，醫生已經撕開了船長上衣的袖子，露出他那條粗壯結實、滿是刺青的手臂。祝你好運，一路順風，以及比利彭斯萬歲，這幾行字清晰地刺在前臂上，而在靠近肩膀的地方，則刺着一個吊在絞刑架上的人的圖案。在我看來，這圖案畫得相當逼真。真是個預兆，醫生說着，用手指了指那個圖案。好了，比利彭斯船長，如果這是你的名字的話，讓我們看看你血的顏色。吉姆，你怕血嗎？不怕，先生，我回答。那就好，他說，拿着盆子。說着，他拿起柳葉刀，在他手臂上劃開了一條血管，大量的血湧了出來。船長這才睜開眼睛，茫然地環顧四周。他先是認出了醫生，因為他明顯地皺了皺眉頭，然後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臉上露出一絲寬慰的表情。但是，突然間，他臉色一變，掙扎着想站起來，同時喊道：“黑狗在哪裡？”這裡沒有什麼黑狗，醫生說，除非是你自己背負的那條黑狗。你一直在喝朗姆酒，結果中風了，跟我警告你的一模一樣。剛才我可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從鬼門關拉回來，說實話，我並不情願。好了，彭斯先生。我不叫這個名字，船長打斷了他。我不在乎，醫生回答。這是我認識的一個老海盜的名字，我就這麼叫你了，省事。聽着，我要告訴你的是，一杯朗姆酒殺不了你，但你喝了一杯，就會想喝第二杯、第三杯。我敢拿我的假髮打賭，如果你再不戒酒，你死定了。明白嗎？你會死，然後到聖經裡說的那個地方去。來，施巴基爾，這次我來扶你躺下。我們兩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他弄到樓上，安頓在他的床上。他頭靠在枕頭上，像是昏過去了似的。現在，你給我聽清楚了，朗姆酒就是要你的命。話已至此，我的良心也算過得去了。說完這些，
醫生便去看我的父親，同時挽着我的胳膊，把我帶了出去。沒什麼大不了的，他一關上門就說，我給他放了足夠的血，夠他消停好一陣子了。他大概會在我們安頓他的地方老老實實待上1個星期，這對你我都好。不過話說回來，他要是再犯一次病，那就徹底完了。